这所寺院啊，已经有700多年历史了，珍宝无数啊。我们刚才进到过一个寺庙里边的一个壁画墙，它这里边的壁画也有3000多幅，所以呢，这里就被称为敦煌第二。终于在这儿见到一个我们想要介绍的颜色啊！昨天我们就看到这3种颜色：灰、白、红的墙。这个萨迦寺名中的这个萨，就是土的意思；迦呢就是灰白色，萨迦就是灰白土。所以呢，它这个萨迦寺这个墙体啊，几乎都是灰白红这3种颜色啊。就是我们都知道啊，藏区现在寺庙有很多派别啊。今天的这个萨迦寺呢，就是萨迦派的教派的本寺。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花教啊，是因为他们用象征文殊菩萨的这个红色，象征观音菩萨的这个白色，还有象征金刚手菩萨的青色。青色其实就是灰色啊，来涂抹这个寺院啊。我们现在要下去，但是找不到下去的路了，不知道从哪儿下去。我又不能从那个，他们好像就从那边下去。撞到头的话，那就可能是植物人。你撞不到的。可能腿一软跪下了，脸下去的。下去一颗牙都没有，跪。参观过主殿之后呢，我们就随着向导来转一圈这个寺哈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台阶，可以上去是吧？上到那个墙上去。这个下边呢，就是我们刚刚上来的正门。昨天呢，我们已经在空中俯瞰过这整个寺庙了啊。现在换个角度看，也挺漂亮的。在这个元朝时期啊，西藏正是被并入中国的版图。这个八思巴功不可没啊，在当时萨迦五祖之一的这个八思巴，深得元朝统治者的信任啊。他是元朝第一位帝师，他还是北京城的选址者、设计者和规划者。北京城就是八思巴选的址，就是八思巴设计的，也是他规划的。在逛这个寺庙的时候啊，我们会发现它的建筑形态啊是一个防御型的一个形态，就是它有角楼，有高的城墙，然后防止外族人的入侵。走在这个城墙上，真的是能看到像这些部分是我们没有参观到的哈。但是走在这个城墙上，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们不能参观的部分。我们现在参观的这个部分，它就是萨迦南寺。萨迦北寺已经在这个战乱中啊，已经变得很残破了，遭到了很严重的损毁啊。所以如今我们能参观到的就是萨迦南寺。这个寺庙啊，在日喀则地区乃至整个西藏都有非常非常高的地位哈。坐在这儿休息了，开始。它这个城墙楼梯也是十分的陡哈，所以这个相当于是一个防御型的墙体，来保护中心的寺院。我们下去的时候也很艰难。这就是僧人们所住的地方，它就在这个寺院的内部哈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白海螺啊，我刚才呢找到一张人家给的一个卡片，就是介绍这个他寺庙里的这个白海螺。白海螺是萨迦寺的这个镇寺之宝吧，就是相传它是元始祖忽必烈当年亲自赏赐给萨迦寺的。然而这并不是白海螺的全部的特殊之处啊。传说这个释迦牟尼曾经亲自使用过此枚海螺啊，所以这个僧人和信徒啊十分珍视这只法螺，认为听到海螺的声音就可以消除罪孽。这吹海螺的僧人跟前人通常都是排起长长的队伍，然后他们为逝去的亲人吹奏，并相信可以解脱轮回之苦并转生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白海螺的声音，有一个高僧在中间在吹奏，他背后写了很详细的介绍，留起来。我们刚才看的那个金墙在什么位置？是哪个殿里边？金书墙，就是大殿里面。大殿里啊。
对，它这个萨迦寺啊，还有一个十分夸张的一个金属墙啊。关于这个金属墙，还有个神秘的传说啊，就是当世界和平的时候啊，金属墙会自然十分的平整，但是当世界发生混乱时候啊，蕴含智慧的金属也会变得杂乱，难以收拾哈。我们刚才进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金属墙根本就不平整，很多的那个金属它自己已经震出来了。然后刚才这个小姐姐刚才开玩笑的在讲啊，说在美国大选的前夕啊，说金属墙就发现过混乱的情形啊。说的时候她一脸严肃啊，就让我不能辨别她说的这番话是真还是假。可以看出来她的这个壮观的样子哈。平时给人带也是赚100块吧？对，对吧？那带我们为什么不要钱呢？就是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为什么的。好看。那我们请你吃个饭，对，我没法好不好？我们请你吃个饭吧。你这既然不要这个讲解费，都绕了一上午了。走的。我们多不好意思嘛。说请这个向导小姐姐吃个饭吧，死活不要，然后给钱吧，她也不要，然后就要硬是要免费带我们参观，忙了一上午，然后也没要钱。有信仰的人就是不一样。但我们了解了这个萨迦寺的历史文化，我们今天的午餐就在萨迦寺旁边的一个川菜馆解决。走哪儿都找川菜。我们的午餐：宫保鸡丁，然后回锅肉，还有个什么来着？还有个青菜，空心菜。味道还可以。中午吃完饭，我们打算出来溜一溜。啊，是休息了一会儿了吗？没事儿。我们不是在消食吗？4000，这边反正最低海拔也要4400，所以走这种的路啊，要十分的缓慢，才能不喘。这走2步就得休息一下，走2步就得休息一下。其实没有走多高啊，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已经能看到部分萨迦寺了。然后对面的佛学院在我们的下边了已经。我们等会儿从这个山上走过去，但是还得上眼前这个山，感觉好像挺远的，锻炼身体，适应高原。现在在4000多走，已经不是那么喘了，不像刚来的时候在3000多就喘的不行。鹰是鹰吗？乌鸦。终于到了这个观景平台，一路没有凳子，这儿有凳子可以休息。我们的背后呢就是尼姑寺，这个应该就是看萨迦县的。哟，真的，还有玻璃栈道，我踩中间吧。从这边看，萨迦寺占地面积并不是很大啊，萨迦县也是一样。房子都是新建的，盖得规规整整的，方方的。我们是想去那边，但是那个路啊，不知道通不通，会再下去再上来吧。我要探查一下这个路通不通啊！别到时候我们又爬上去，哎，看山上有人，他们是在山上干什么呢？捡石头。不像，他们像是往过去走要。我们是要去对面这边，但这条路的起始在哪儿呢？在这个观景台也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昨天去的这个佛学院。这就是佛学院，周围也是围绕的都是民居。但我们要去的是对面那个萨迦北寺，就是这边，都是残垣断壁这个地方，它是最早的萨迦寺。我们现在千辛万苦的登上了这个尼姑寺，人清高大张，绕总河半线已经进去了。请佩戴口罩，
朝佛有此去。